殿下，灵王世子来了。乌远西来了。是。怎么，殿下公务繁忙，无空见我这个闲人了？今日是刮了什么妖风啊？竟然飘来这么大朵银彩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自然是有事要跟殿下商量。不会又让我包圆哪家的点心吧？哎，上回买了那么些，就吃了一口，甜的牙疼。怎么会呢？殿下司掌大理寺，说起来，这行律官司也算是您的分内事。你可别卖关子啊！就你这表情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肯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怎么叫坏主意呢？殿下不知，今日有人在府衙击鼓闹和离。和离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和我什么关系？没有冤情，全靠殿下今日做个活青天了。堂下何人？状告何事啊？小女姓花名芷，现是花家家主。我姑母花贤15年前嫁与杨琦，如今想要与他和离。原来如此，妇人花贤，你这是想休夫啊？回夫印，民妇与杨琦在家中度日如年，再也不愿与其过了。向来夫为上，妇随从，敬顺之礼，乃妇人之大礼也。哪有说不想过就不想过的道理啊？谢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今日大理寺得闲，听闻这里有奇案，您来看看。他怎么来了？坐。花芷，我想起来你是谁了。我是谁？与我姑母的和离案无碍。方才说到哪儿了？回殿下，杨琦侵占我姑母的嫁妆，分文无善，常年打我姑母，我姑母身上的伤痕便是体证。可有物证？有。这里面一份是我姑母的自诉状，一份是我姑母出阁时嫁妆的单子。我姑母身上的旧伤、新伤皆由京中3位名医就诊，白纸黑字皆有凭证，桩桩明白，件件属实。若殿下有什么不相信的，可以叫个婆子来当堂验伤。殿下，殿下，您得为草民做主啊！草民也知晓例律，也问过壮士，寺内人这般情状，连折伤都不算。若是男子打了几下妇人，便要判和离，那天下还有能过得下去的夫妇吗？依你看，该怎么判啊？回殿下，依大庆律，夫殴妻，非死非伤，不论；致折伤之上，还减凡人2等。这妇人花贤，非死非伤，理应勿论。正是。府尹有所知，大清律中亦云：若已是夫妇之意，皆以凡人问你。像杨琦这般侵吞妻财、殴妻伤子，更有甚者，前几日将我囚禁，想要索我性命，早已失去了夫妇之意。殿下，草民乃杨琦与花贤之子，方才花姑娘所言句句属实，草民可以作证。你好一个铁嘴钢牙的花大姑娘啊！不错，确实有这么一条。殿下果然博闻强志，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多，只要杨琦与我姑母和离，并且赔偿我姑母200贯。哎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哎呀，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，这就200贯呐！啊！花大姑娘，这200贯钱又为何而来啊？杨琦侵吞我姑母的嫁妆180贯，
这几日我带着姑母寻医问诊，花费了3贯，加上我姑母日后还需抚养幼子，只要200贯，已经是念在了夫妻情分。姓杨的，贤儿的价格，你给老娘通通吐出来！他两家既已失和，本府可以判和离，只是这罚金嘛，与大庆律是没有的。大清律是没有，可是民风2年、6年、11年皆有先例。你口中所举，皆是我皇祖父还是皇子，皆兼任服役制的判例。殿下明鉴。哼，也罢，准杨琦与花钱和离，令杨琦于1个月内上缴200贯钱，判与花钱。违者收押。杖100。殿下，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们才不要你的命，我们要你卖房卖地，欠债还钱。你，人呢？哎，我说这种牙尖嘴利的女子你也敢招惹？不怕哪天把你也给告了？我不怕，殿下自己小心便好。哈哈，我可没有这等风流债啊！你看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，去人家家里帮闲还帮出瘾了是吧？有段时间没去了。你不会认真了吧？兄长以为呢？哎，吴妍希，咱俩打个赌。赌什么？1个月后，若你还没有厌他，那我就送你们一段鸳鸯锦；3个月后，若你们还可以卿卿我我，我就送他一座白玉观音。若再往后呢？还往后？难不成你们还能厮混半年？好。哎，这回你可欠我个人情了啊！哎。我只说让你做回青天，可没说过叫你帮谁。堂堂世子不许耍赖啊！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该如何还我这份人情。我一个无职无位的闲人，哪里有本事还你献王殿下的人情？若是领兵打仗，朝中的青年将领皆不及你。现在天下太平，哪里有什么仗可以打？这人情我怕是还不了了。世事难料，且走着瞧，说不准便有机会了呢。怎么说的，好像您已经料到了似的。话不可以乱说啊！还是喝你的茶吧。这茶确实不错，我拿走了，在你的人情簿上一并记下吧。哎，顾妍希，你这次打北边回来，越发惹人嫌了啊。说起来，你同你的父亲又如何了？听说父皇强令你们重归于好。告辞。这顾家的父子造的什么孽？还是一同喝好茶。头儿，那个，说，林王府来信说林王爷叫您回去一趟，好像是林王爷身体不太好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。
行了，就寻到这儿吧。上回灵王殿下可是勃然大怒的。王爷这几日不知怎么了，夜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寝殿，也不许府上有暗的地方，屋里照的灯火通明的。听说是怕有人害他。哎，我也听说，王爷现如今生怕天黑，也怕睡觉，一日憔悴过一日。走，回去吧。世子，王爷寝殿着火了！你看中的那个宅子在哪儿啊？就在这条街的街尾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是正好我们母子住，反正抬脚就能见到你们，不能再近了。虽然上学也方便。那明儿我陪你去看看，给你长长眼。好。芷儿，咱们的家主，给大家说几句吧。哎，各位，今日这宴席，一是为了庆祝姑母和随安终于开始新生活，二是为了庆祝四婶母女平安，给我们花家再添了一个小姑娘。大家一起喝一杯，干杯！干杯喽！喝。四弟妹不能喝酒，你呀，你跟她是最好的，你替她喝了吧。芷儿，来来，那我替四婶再喝一杯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好吃，真是好啊！这花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家里的人不是多，是都回来了，是让芷儿都接回来了。哎呀，以前我觉得我们女人嫁出去以后啊，就两头都没退路了，可现如今，二贵回来了，贤儿又脱了苦海，我这么看着，心里面就觉得特别踏实。反正以后我们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有家可回。无论如何，咱们的花纸，谁都不会扔下的。芷儿，我谢谢你，快尝尝这个。我也谢谢你，大姑娘。二贵，手动娘。你们两个啊，笨嘴拙舌的，都不会说话，不会说不要说。我看呐，我们每个人一个一个的敬芷儿一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干杯！顾妍希，今晚的月色真好。你在哪儿？妍希，让我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你怎么了？你别看我，看看天吧。今晚的月色很漂亮。好。那年上元节的月色你还记得吗？很美，就像今天一样。
出什么事了？梁府着火了，同它的主人一起。明日便会议论四起，可这些议论终将归于臣妻，就同我母亲身故一样，变成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和永不见天日的真相。今日宴席你没来，府东调了几壶好酒，你错过了。是吗？那太遗憾了。你想尝尝吗？陛下，都办妥了。20年了，这道疮疤总算是接过去了。妍希心里的那道坎儿也能过去了。啊！大官，这拿着吧，陛下赏，你差事办得好。多谢陛下，多谢大官。昨天夜里灵王他说是意外走了水。哼，哪儿来那么多意外？真是没想到啊！官家做了20年天子，头发都快白了，杀心还是这么盛。宫里方才传令，请殿下查清灵王身故的案子。叫我查清，这分明是让灵王来敲打我，让我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成为他心里的那根刺儿，否则。小心烫啊！都靠两边。哎呀，来了，海藻汤来了！小心点儿，跑得快可没赏钱。三夫人，今天我可不能听你的喽，我等着4分赏。哎呀，我都不记得了，上次咱们喜儿会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是多少那时候呢？这恍惚间竟然过了5、6年了。哎，纸丫头呢？再不来这水多凉了。哎，只要事多，三嫂全权操办便是。那好吧，来，添盆了，添盆，这是我的，哎，快点，都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来，玉娘，把孩子的手啊放到这艾草汤里面洗洗，慢点，小心。还有我的1份呢。哎，芷儿，你们来的正巧，赶上了。叶先生也来了。叶先生，你看这孩子可爱吗？非常可爱。那既然可爱，可不能白看哦。人家叶先生是客人，来了就是心意，不要让人叶先生破费了。你就别管他了，
他呀掉进钱眼里了。啊！今后也是我的学生，见面礼自然也是少不了。哇！不行不行，叶先生，这太贵重了。待他长大了，我再包一份更重的。哎呀，你跟燕先生客气什么呢？礼再重，东家在这儿呢，还能饿死燕先生不成吗？是啊是啊，纸丫头，记得替我们给燕先生涨涨月钱。哎呀，水都要凉了。来，小手小手，哟。我看这孩子以后啊，比纸儿还能挣钱呢。那他才要长快些，多多帮帮我。纸儿，你抱抱。能给我抱抱吗？哎，雨娘，孩子是不是还没有起乳名啊？你这个当娘的，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呀！我读书浅，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名字，容我再想想。这个简单，你呀准备一盒点心，去找穆先生问问，这马皇都里数他的学问最好了。就是，赶紧去吧。其实啊，我单独给他备了一份礼。你什么时候学会乱花钱了？这怎么叫乱花钱呢？我找太和酒楼买了18坛最好的石冬春，买到紫皇居的竹林里了。芷儿，他是我亲眼看着生出来的，我怎么疼爱他都不为过。四婶，你是不是想等四叔回来了再给女儿起名字啊？我还在闺中时，没想到会遇到他那样一个人，成了亲，也没想过我们有孩子的情形。如今有了孩子，不想竟是这样的今日。其实我一直都好奇，像你这样娴静的女子，而我四叔又是家中最浪荡不羁的，你们怎么会相识相知呢？说了你可别笑。我年少时歌喉甚佳，闺中无聊时常常放歌自娱。身为官宦闺秀，唱曲儿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喜好，所以我只能偶尔在花园里唱一会儿，自娱自乐。一夜清霜，染尽湖边树。这牲口真不解风情，快听，想来瑶池仙音也不过如此。何处？唱得好，娘子歌喉当属皇都第一。敢问娘子师从何人呢？这人是谁？世上怎会有如此冒失的登徒子？走。马儿啊马儿，你说今天还能听得到吗？姑娘，我听门子说那个小王姑天天在咱们墙外站着，真烦人。他站在外头做什么？那谁知道？不过姑娘你别怕，他要是敢做什么，就叫老爷打断他的腿。可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啊。姑娘，那上面写了什么呀？谁知道呢？
日闻君歌一曲，如听仙乐耳暂明。什么歪诗？他极懂音律，我每唱一曲，他便在风筝上写字评点。与其说是评点，不如说是夸赞。那时我才明白了什么叫知音。后来，他每日都来听我唱歌。姑娘，公主来了。来了，便将风筝放起来，我就知道他在墙外了。我不知他长得是高是矮，他也不知我生的是美是丑。就这样，整整半年。一句叮咛，句句句，神仙虚实，仙人踪。楼中弄玉吹箫吕，同学丹山凤凰语。凤凰来不来？箫使行云再可许。弄玉箫吕，凤凰语。马儿好，驾！娘子等我马上就来提亲。想想都有点后怕。我与他素未谋面，只以音律相交。倘若他面貌丑恶，倒也罢了；若是此人品性败坏，或者心思奸邪，就完了。可你还是嫁了。是啊，若叫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嫁。情至义子就是如此，就像闭着眼睛往独木桥上走，明知一步差池便会粉身碎骨，万劫不复。但这句话我不说出口，这一步我不走出来，此生一定会觉得遗憾。如今想想，没见过面便深许他人，虽然可怕，但一想到我若是错过了平遥，此生无法与他结缘相守，那才真是可怕。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和勇气，都用在那一日。四叔也选择迈出了这一步，他也过了这独木桥，所以才有了你们这一对佳偶。其实这个好吃，这个喜欢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花季进账是细水长流，积水成渊，钱箱已建满了，不知他们在北地过得如何，可有衣食？快点干！干什么呢？吃白饭呢？老子今天让你吃鞭子！让你偷懒，偷懒，让你偷懒！你住手！我二弟文若自幼身体就不好，他方才失手绝非故意。即便我们是罪人，在这300城驻马修墙，也是为守大清边疆尽力。你是差官，实的也是大清风容，怎能这般肆意凌虐，把他人当作牛马般羞辱？大哥，别说了，折辱！还在这给我咬文嚼字，摆世家大族的谱呢！老子手里的鞭子可不任你姓甚名谁，想替你兄弟出头是不是？好，把他今儿的活全干了，干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！你敢？这有点小意思，咱俩去喝口酒，暖暖身子。这点钱想替他求情，你也不撒泡就照着自己几斤几两，还以为自己是朝廷大员呢？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家！拆！哎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干嘛？你不知道
吴将军今日来巡查，别的差役都赶过去了。吴将军，哎，主司，吴将军真的来了。啊？你呀，大小就别急。想不到我们都这把年纪，却过上这种日子。大哥，我还是担心家里，担心波璃他俩过得好不好。这鬼地方，孩子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。你闭嘴吧！父亲那把年纪，如今还在坝上搬石头，你们倒自怨自艾起来了。堂堂7尺男儿，这点苦都没太生爷，不如妇孺小儿。他们留在家里，想把日子过下去，吃的口一定不比咱们少。啊！二夫人，你给李哥做了宵夜啊？啊，是的。我也乏了，你陪他一会儿吧。二夫人，你给李哥做汤啦？是啊，他晚上用功，容易肚子饿。啊，这个点心是我现学的，我刚刚第一次做，跟福东肯定是没法比，但是我尝了味道，不丢人的。所以呢，您一起尝尝嘛。来。娘，你也吃一块吧。这个汤我也是第一次做，你尝尝咸淡。哦，好。好喝，好喝。有这个数了，肯定没算错。算了3遍，肯定没错。竟攒了这么多钱了，当初哪能想到呢？三婶，把大家叫到堂屋，我有话要说。哦。好端端的花这个钱请画师来画我们娘俩做什么？大姑娘安排的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芷儿在哪儿？我去问问她。在堂屋里头跟大家商量事儿呢。行，你帮我看一下孩子。芷儿。本想晚点叫你的，你倒着急，赶紧坐。大姑娘，把我们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得陪李哥做功课呢。花季经营至今，钱库里的盈利已经有50万了。50万，这么多！50万！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攒够了50万，按照那个大庆率，那娘，咱们真的赚够了一笔熟钱，能赦免流放之罪。哎呀，我的个亲娘啊！当初大姑娘说这话的时候啊，我就当她发梦了，那没成想真成真了，哎，了不起！但是这笔钱只能赎回1个人。是。所以今日叫大家来，是想同大家商量，这笔钱咱们该如何用？若是赎人，又该先赎谁？我是觉得祖父的年纪大了，
应该先把他接回来。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呢？只有一份钱，当然要把老太爷先赎回来了。伯鱼这样的半大小子，有什么苦吃不得？你这个主意我没有意见。哎，那到哪儿去赎人啊？这个钱又交到哪儿啊？娘，祖父他们现在在北地一个叫做300城的地方，这笔赎钱得送到那儿，交给300城的衙门。所以我决定10日后便启程带着这笔钱去北地。那这么说，你能看到伯鱼他们？还请大家赶紧制一批衣裳鞋帽，再带上药材吃食，有多少带多少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就去治北，现在就去治北。我跟你去，来，都去吧。哎，你们赶紧去准备。芷儿，你请画师是为了带着我们娘俩的画像北上，是吗？我准备给四叔一个惊喜呢。我这就回去给画师赔不是，得请他把我画胖些，平阳看了才放心。哎呀，芷儿，我净高兴了。你去北地是一个人吗？自然不是，便是外出行商，也会带上家丁护院、车队马匹。对，哎，那叶先生是咱们护院的头头，他是不是也陪着你护着你啊？他还有些其他的事情，我就不麻烦他了。他是每个月在咱这儿拿月钱的，什么事有你重要啊？哎，娘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姑娘，迎春，燕先生几日没回来了？总有个3日了吧。姑娘，燕先生在外边当的是什么差事呀？怎么一忙起来连个音信都没有？他手里都是些要紧的事儿，不回来也行，平安就好。北上的事情等他回来再告诉他吧。好。小心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，这边！哦，没错，他就是前2天跑脱的赵国探子。皇都内外，赵国探子的老巢都搜遍了，这又哪冒出个独狼来？可能是来送信的吧，运气不好，让我们给撞见了。空的？不是空的，我来晚1步，让他给吃了。吃了？再晚点连桶都吃了。刚死一颗，纸还耗不掉。剖了他。头。此人前日携密信入境，尚未送出就被截获，抓不值此境。真没想到啊！吴将军，朕亲封的镇北大将军，竟与昭人表里为奸，这样的人替朕守边，那与开门一刀有何区别？燕西，替伯父处置了他吧。陛下，我在北营戍边10年，深知吴将军其人其行，此事恐怕另有隐情。如今大将凋零，若再是吴勇，北地几乎无将可守。即便新调将领，恐怕也难以服众。你意思是，他是冤枉的？吴勇是否冤枉，臣不知。事关重大，臣愿意亲去北地查个清楚。若他当真与赵国勾结，
我定将他就地正法。哦，这么着急北上，咱什么也没准备啊。你不去啊？我去换个人。头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咱多带点衣裳。哎，四婶，他不去，我去，我还没去过北边呢。去，小孩不能出远门。头儿，咱就算快马北上，往返也得20多日，那花家那边您就不去了？我会跟他说的。慢点儿。哎，烫，可可来给你夹一个。哎，别拿这个，还没烤透呢，这个好了。小心烫啊！哎，叶先生回来了。叶先生。哎，叶先生，过来吃个橘子吧。啊，不了。你们见到花纸了吗？方才放课时他还来了呢，在小教场转了一圈就走了。这会儿大概在账房。我去看看。